大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能回，这豆子要是扛不过今年的涝灾，村里的人就都得赔得血本无归。爸，我帮你一起。老吴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是啊，给说吧，给说吧。大家先回家等着，我一定会帮大家伙解决大豆销路的问题。因为这场大雨，咱村的大豆撑不过3天，让我们回去，是想让我们在家里饿死吗？当初吴叔博士毕业归乡，是你们求着他帮咱们村提高大豆产量的。吴叔这10年来兢兢业业，帮助大家伙研究杂交大豆的基因技术，给乡亲们致富。现在大豆卖不出去，怎么能怪他呢？你一个寡妇，这里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？吴天明，你要是不给咱村里人一个解决办法，老子让你下半辈子在轮椅上过生活！你们，爹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心脏病又犯了？我去给你拿药。站住！谁许你走的？张叔，我爹有很严重的心脏病，一旦发作就必须要马上吃药。谁知道你爹是真病还是装病？我看就是装的，就想把这烂摊子丢给我们乡亲们。爸，你撑着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老吴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？能出什么事儿？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宽年。请问你们知道吴教授在哪儿吗？我们是农业新闻的记者，是专门来采访他的。咱们这都是农民，哪里来的吴教授？难道是我搞错了？我记得那位在国际 Crop 坛上发表了有关杂交大豆的基因培育技术，并得到了学术界一致认可的吴教天教授的家就住在了这儿。你是说老吴啊？他还是个什么教授？你认识吴教授？诺，刚刚那个被他儿子背走的就是。妈，别担心，爹他福大命大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吴教授没事吧？你是？你好，我是农业新闻的记者，想找吴教授做个人物专访，不过现在看来好像不是时候。我爹现在重病在床，没办法接受你的采访，请回吧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吴教授的杂交大豆基因培育技术，国家层面非常重视，这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大豆依赖进口的问题。医生，我丈夫怎么样了？病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由于心脏主动脉堵塞造成的血管狭窄，随时会有死亡风险。想要治疗，还需要50万的手术费。50万？咱家现在哪里还拿得出50万？吴教授是咱们大夏顶级的农业学术大拿，享受国家津贴。你们家难道连50万都凑不出来？这些年我们家老吴的钱都用在了大豆研究和帮乡亲们脱贫上。村里哪家哪户需要钱，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借了出去，自己也就没有存下多少钱。吴教授竟然是这么无私的一个人。小泽，现在你爹需要救命钱，这些都是这10年来村民的欠条。你爸帮了村民们这么多，他们不会为难你的。知道了，妈。谁呀？田叔，我爹现在急需50万的救命钱，您看是不是把您前年欠我家那5万块钱给还了？小泽，不是叔不肯给，你看叔这刚装修了房子，手头实在紧，真拿不出钱。田叔，当年你们家条件很差，是我爸手把手传授你杂交大豆的培育技术，带你们致富，你们家才能盖上新房。现在我爸爸需要一笔救命钱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？这，那你等着，叔这就进去给你拿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家欠了你爹5万块钱？这欠条难道不算是证据？欠条？给我看看。李姨，你干什么？现在还有什么能够证明
我们家欠你们老吴家的钱。当初你们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我爹为了你们家能够种得上大豆，甚至自己贴钱给你们买种植大豆的农具。现在我爹因为你们气血攻心进的医院，你们怎么能见死不救？那是他自愿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更何况，要不是你爹，现在我们家的大豆能烂在地里卖不出去吗？我求求你，李爷，看在我爹帮了你们家这么多的份上，把钱还给我。滚开！刘老板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个子儿都不会还给吴家。那老吴啊，就等着下辈子瘫在床上吧。这个吴天平搞个什么杂交大豆培育技术，严重影响了我们进口大豆的生意。你们绝不能把钱还给他们。只要这件事办好了，我保证你们家的大豆，我以5块钱的价格全收了。老婆，你这样不好吧？万一咱村其他人把钱还给小泽了，那我们不就成烂良心的吗？还？我看谁敢还！喂，老张吗？吴天明出事，需要一大笔手术费。现在老吴家那小崽子正拿着欠条挨家挨户找人收钱呢。对，你们可千万不能还，只要大家都不还，那就谁也不用还这个钱了。对，只要你们答应了这件事儿，咱村的大豆收购，我保准有主意。谁啊？张叔，是我，小泽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张叔，您应该听说了，我爹他得了急性冠心病，急需50万手术费治病。我爹不是借了您3万，我爹可是您的亲妹夫，您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亲妹夫那也是外人，一个外人的死活和我亲儿子的婚姻大事，谁轻谁重还分不清吗？张叔，你爹都已经瘫在床上成那样了，谁招惹你家谁倒霉。以后别他妈说你是我侄子，从今天起我们家跟你家断绝关系。张叔，就当我求你。王磊哥，谁呀？王磊哥，前些年你找我爹借的5万块，现在可以还了吗？没钱？没看见老子正在打牌吗？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万一影响了老子的牌运怎么办？王磊哥，这是我爹的救命钱，如果你有，你就先还我，等过了这阵子，我再借给你也行。妈的，都跟你说没有，你小子怎么那么多事儿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想让我还钱？可以啊，把我家那烂在地里的大豆给卖出去。现在全村人都等着吃灰，你还想让我们还钱？做梦！王磊哥，求你了，只要你把钱还给我，把我爸治好，我爸他一定能给你们解决地里大豆的问题。哼，滚！等你爸病治好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欠你点钱，唧唧歪歪的。难道这年头欠钱的都是大爷吗？杨阿姨，小泽，现在你爹在医院怎么样了？急性冠心病，需要50万做手术，我现在正在凑钱呢。杨阿姨，您这是？当初你爹也没少帮助过我，现在他出事儿了，我自然不能坐视不理。杨阿姨，你也别嫌少，你也知道咱村现在大豆产量增加了5倍，一时半会儿也卖不出去，再加上这几天的暴雨，估计也会亏不少，所以就只能拿出这些了。杨阿姨，谢谢你，
您放心，这钱我回头一定会还给您。不用不用，你拿着就好。小泽，你爹的病情加重了，你凑到钱了没有？妈，没有，乡亲们都不肯还咱们家钱。这可怎么办？医生说，如果再不进行手术，你爸恐怕凶多吉少。妈，我再试试。算了，估计村里人都把你当小年轻，你说的话他们不放在心上。你先回医院来照顾你爹吧。那爸的手术费怎么办？妈来想想办法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吴教授是我们大夏农业系的顶梁柱，如今病重成这样，我也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照看他。谢谢。爹，这帮村民都是白眼狼，你当初就不应该帮他们。乡亲们也是各有各的难处，更何况这段时间的大雨，他们今年可能都会赔得血本无归，也是没有办法。这哪里是什么乡亲，分明是一帮老赖！你放心好了，吴教授他是国家顶级人才，以他的资质是有人才易带的。手术费的事情，我也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小泽，你快回村里看看，你妈给人跪下了。什么？妈，你干什么？你起来啊！小泽，你跪！妈，欠债不到他们的错，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跪？乡亲们，老吴他真的病了，求你们把钱还给我们吧！把钱还给你们，那乡亲们吃什么喝什么？对呀，要不是你爹让我们把大豆增产那么多倍，咱们村也不至于亏那么多。要没有这档子事儿，我们兴许早把钱还给你家了。想要我们还钱也行，有什么要求你们说，只要我们能办得到的。如果你们老吴家愿意承担咱们村今年大豆的一切损失，这50万我们就给你了。你们要把这份损失让我老吴家一个人承担吗？对，不然呢？哦，对了，这50万不算是还的，算是咱们乡亲们借你的。哼，到最后你家还是要给乡亲们还回来。签了，我们就给你们这钱，否则免谈。吴叔本来是博士毕业生，如果这些年不是致力于咱们的大豆增产的话，他早就到大城市发展。你们现在怎么能怪吴叔呢？杨胜宇，你这个寡妇怎么老帮着他吴家说话？嘿嘿嘿，我看你是和老吴有一腿吧，怪不得这2个月我老看着你往老吴家跑。你别胡说八道！这要是还给了他吴家，那咱们大家都别过日子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有苦衷。你们，妈！你们实在太过分了！大家都有难处，我们穷，所以这钱不还，不合情合理吗？你们一点脸都不要了吗？赵记者，你是谁？也敢管咱们仁和村的闲事儿？我是农业新闻的记者赵新璇，我已经把你们刚才欠债不还的情况全部录了下来，我会让全大夏人好好看看你们这群人忘恩负义的嘴脸。好你个吴泽，我们不过就是不还你钱，你找记者来曝光我们？就算曝光我们也不怕，要不是你爹害我们亏钱，我们能这点钱都拿不出来。你们欠债还钱，还找这种理由？像你们这种赖在村里的乡野刁民，就该受到应有惩罚。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大家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和他们还有什么好好说的必要？吴泽这小子现在都想毁了咱们仁和村，要我说，把他们赶出村子才是正理儿。
你们是不是人？给我滚！滚得远远的！赵记者、杨阿姨，今天谢谢你们帮我说话。没事儿，只是没想到这帮人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，欠债不还还敢动手。他们活该今年颗粒无收。话是这么说，可这样一来，把村民彻底得罪了，就更不可能把钱还给我们。唉，老吴的病可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我们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吧。这怎么可以？这可是我吴家的祖宅啊！昨天我们拍摄的视频挑上热搜了，网上对这些村民是骂声一片。倒是吴泽小兄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，现在吴先生的关注度已经到了100万了。那如果趁着这波热度卖出杨阿姨家的大豆，是不是就能凑够给你爹治病的钱了？怎么没人进？媳妇儿，你快过来看看！什么破事儿，着急忙慌的。吴泽这小子居然开直播了！哼，这小子凑不齐他爸的钱，开始打网上捞钱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整什么幺蛾子。哼，也才几个粉丝，我看这他也整不起什么大浪来。媳妇儿，你快看，这小子人气开始上涨了！你糊弄谁呢？刚才不还是已经10万人气了，这怎么可能？不，现在已经跑到100万人气了。媳妇儿，这么多人气，老吴家能卖出多少豆子啊？哼，能卖多少豆子，明天过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听说你昨天搞那个什么直播卖大豆，卖了多少单？肯定卖的不少的，那可是100万粉丝呢。吴泽能有这个路子，那咱们村的大豆岂不是不用烂在地里了？咱们村啊，可算是有救了。我卖多少大豆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好了，乡亲们不需要你找记者曝光咱村的事儿了，只要你好好帮乡亲们卖大豆，乡亲们还是会对你们跟以前一样的。吴泽，乡亲们是看得上你，才让帮忙卖大豆的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没错，我相信你是一个识大体的孩子。这样，小泽，你爸不是重病缺钱吗？你帮乡亲们卖大豆，就算是你的劳步费，拿着啊！乡亲们也不是那种白嫖你的人。乡亲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，再不懂事儿，可就有些认不清自己了哦。认不清自己。当初吴叔重病，吴泽上门求着你们还钱，你们不还，现在又用这种方式羞辱他，你们太过分了！杨胜宇，这里哪有你什么事儿？乡亲们跟你说话了吗？小泽他爹当年承我们乡亲们给情，要不是天悦哪来的机会上大学？现在乡亲们的大豆卖不出，他当然要报答。胜宇，这是关系到乡亲们生计的大事，你就别来捣乱了。现在乡亲们该有的诚意都给出来了，你该表态了。表什么态？表什么态？我1分钱大豆都不会帮你们卖。你什么意思？乡亲们找你帮忙，你不帮？为什么？你是想要忘本吗？就是，不乱说就不认人了。忘本的东西。吴泽，你不答应，不会是因为你压根就没有卖出多少豆子，根本不敢告诉乡亲们吧？是有，还以为你这小子真找到帮乡亲们卖出大豆的路子，没想到也是个没用的宿舍。操，那岂不是我们的大豆又只能烂在地里了？你们一家果然都是丧门星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！你们还真是一群唯利是图的小人。我能卖出大豆，你们就上赶着巴结我；卖不出去，就成了你们口中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我倒想看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。杨阿姨，辛苦你了。
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昨晚吴泽帮我挣到的钱，一共30万。30万，这可是整整30万！吴泽，你居然一晚上卖出了30万的大豆，这可是杨胜云家这些年卖出的全部大豆啊！一天时间就能卖出这么多大豆，那岂不是说吴泽有足够的时间帮咱们把30万大豆全部卖出去了？看来今年咱们乡亲们不仅不会亏钱，点数大样，就怕他把人心的剜眼中了，还能挣一波大的。对呀，张叔，好了，小泽，不要再耍小孩子脾气了。今年乡亲们的大豆就交给你了。我说过了，我拒绝。大手，跟你说，吴泽，我知道你还在为我打你的事情怀恨在心，但这大豆关乎着乡亲们的生计问题，你可千万别乱来。这张卡里有6万，5万是我欠你家的钱，还有1万算是我给你的精神损失费。小子，这钱你收着，只要你帮乡亲们大豆卖出去，这50万就是你的了。对，还有我嘞，吴泽，俺也把钱还给你。这小子竟然真的攒够了他爹手术费的钱，那刘老板那边我可怎么交代？小泽，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办？这钱是我应该收的，但这大豆我也不会帮你们卖的，因为你们不配。吴泽，乡亲们都这么求你了，你都不愿意帮忙吗？你要记得，你可是仁和村的人。我看他就是一个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烂人而已。我虽然是仁和村人，但我也绝不会帮你们这帮唯利是图的刁民。你敢骂我们？大家可都是你的长辈，你爹没教过你教养吗？教养是留给有教养。吴泽，不要理。李分化，不是让你拦住阻止吴家那小子为他父亲筹集医药费了吗？你怎么干事的？刘老板，这也不能怪我。就算这事儿没成，我这大豆……哼，还想让我收你们家的大豆？做梦！你自己想办法去吧。媳妇儿，现在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哼，吴泽那小子害我们错失刘老板的订单，那他也不会好过。爸，您就安心治病，医药费我已经筹到了。好，小泽啊，我听说最近咱村的乡亲们都求着你帮他们卖大豆。不过被我拒绝了。这群乡亲们，您当初对他们这么好，可现在您病了，他们不仅没一个人来看望您的，还全都落井下石。小泽，乡亲们也是没钱，各有各的苦衷，要我说就算了，帮帮他们吧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当然是为了大豆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老吴，你可真是生了一个好儿子，直播都成大网红了，让他回馈一点乡亲们，帮村民们卖大豆都不愿意。好歹也是同村的，乡亲们有难，难道你们老吴家不该帮衬帮衬吗？对呀，不该帮衬吗？村里的人都要饿死了，你们倒是小快活。各位乡亲们，有什么事情咱们回去再谈行吗？老吴刚做完心脏手术，需要休养。我不管，你们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还就不走了。求求你们了，医生说了，老吴不能再受刺激。这里是医院，你们真的不要脸到这种程度！
爸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小泽，你就帮帮他们，他们也不容易。爸，好，看在我们还算是同乡的份上，这一次我帮你们卖，行了吗？这还差不多，我们走。这帮村民们根本就喂不饱，您当初帮他们，最后落得个什么下场，您心里不清楚吗？为什么要我同意帮他们？当初我能够离开仁和村去外面上学，少不了村里老一辈的资助。现在我帮他们一把也是应该的，做人要懂得知恩图报啊。行吧，那爸，这个人情我帮您还。各位粉丝们，这是我们村的大豆，绝对物美价廉，一定要帮乡亲们卖出去，不能让大豆烂在手里。小泽啊，别忙了，都已经快12点了。妈，咱村这连续下大雨，如果再不提早卖出去，恐怕村里的大豆都要烂完了。我熬夜，我再坚持坚持，争取早点把乡亲们的大豆给卖了。那你早点休息。吴泽，昨天让你帮我们买的大豆怎么样了？都已经全部卖出去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，就当还你们老一辈对我父亲的资助。这表里是昨天客户的地址和订单，你们按照订单上发货就可以了。还算你这老吴家的小子懂事儿。等等，这上面的订单和金额是不是有问题？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好你个吴泽，让你帮乡亲们办事儿，你来弄虚作假是吧？弄虚作假？我没有。没有。昨天明明卖出去了100万斤的大豆，价格按理来说应该是400万。可为什么这份报价单上少了80万？吴泽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乡亲们让你卖大豆，你跟乡亲们玩心眼子是不是？我还说你怎么那么好心呢？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们呢！你还敢赚乡亲们的差价？刘翠梅，看看你教的好儿子，都开始来赚乡亲们的黑心钱了。小泽，乡亲们说的是真的吗？妈，报价单上面清清楚楚的写了，这是平台官方扣去20%的服务费。放屁！我在网络上看了那么多女主播的直播，刷了几万块钱，也没见平台收什么服务费。正经带货和你那擦边直播能是一回事吗？哼，小泽，你也别跟乡亲们说胡话了，做假账就做假，就要承认。你说我做假账？对，你做假账，否则这报价单上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少掉80万？还拿什么服务费来忽悠乡亲们？真当乡亲们好骗的？连乡亲们的血汗钱你都要骗，你是不是人？我骗你们？这2天你们是没看我直播吗？我起早贪黑，为了帮你们在涝灾之前把大豆卖出去，连续几个通宵熬到吐血，尽心帮你们卖大豆，在你们眼里就成了欺骗是吗？是啊，乡亲们，小泽真不是会骗大家伙钱的人。哼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为了尽快赚乡亲们的钱，才这么拼命的？这可是80万呢，只要动动嘴皮子就能赚到，谁愿意？我看你在直播间每天挂着个笑脸，笑的那个开心，也看不出你有多辛苦。做人要讲良心，要不是乡亲们把大豆给你卖，你哪来的机会做这个带货主播？
你不仅不珍惜乡亲们给你的机会，还坑乡亲们的钱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没有良心。对，你没有良心。好，你说我没有良心，那我倒是想问问你，咱村的大豆卖给一般的大豆收购商是多少钱一斤？是，今年行情不好，最多也就3块钱呗。对，你也知道是3块钱，那我帮你们卖到了多少钱？4块钱。4块钱，我帮乡亲们每斤多争取了1块钱，100万斤就是多了400万，现在你们却来指责我赚差价。那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吗？乡亲们把大豆子交给你卖，你要是不替乡亲们卖高点，要你有什么用？而且这报表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你要是对想作假，乡亲们也不知道。我前段时间看新闻，还听说有人拿着普通的大豆冒充进口大豆，卖7、8块钱一斤呢。这小子暗地里恐怕远远不止赚乡亲们80万，搞不好上百万、上千万也是有可能的。绝不能让这小子拿着乡亲们的大豆赚这份黑心钱，我们必须让他把这笔钱给吐出来！吐出来！刘子、刘翠梅，你们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我们就这么说了，怎么了？许你家儿子赚黑心钱，还不许我们骂你儿子2句啦？妈！我还就告诉你了，今年你要是不把欠乡亲们的钱都还回来，我们就不走了。你们够了！爷，这些年我老吴家待你不薄吧？当初你家本来是整个仁和村最穷的一户人家，是我爹手把手教你们种植大豆，为了帮你们家把大豆销售出去，是我一个人跑了10几家供销商，才帮你把这大豆卖出去的。这……现在你带着乡亲们带头来污蔑我，算什么意思？媳妇儿，要不算了吧？滚开！你别碍事儿！媳妇儿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心有愧疚才这么做的？说不定这些年你找的供销商也都吃了回扣，这都不知道以前挣了乡亲们多少钱。今天你敢吃80万差价，这都不知什么乡民的儿子，这都不知道以前挣了乡亲了多少钱呢！你们老吴家虚情假意的，我看你们是都有自己的目的。对，妈的，真下作！吴泽，今天你们老吴家不仅要把这80万还给我们，还有过去欠乡亲们的钱也要一并交出。老赵啊，我们家哪里还有什么钱啊？没钱？我看是这些年都花完了吧？怪不得我说你家这小日子过得挺好，小洋楼建起来了。你家老吴天天喝的那个好酒，什么茅台的啊，伏特加，原来都是吸的乡亲们的血。不是。这楼是国家念在我家老吴对农业有重大推进的贡献，奖励他的。那茅台呢？这茅台也是老吴以前的老同事送他的。再说了，后来不也把这酒分给乡亲们了吗？怎么，喝你一口酒就得对你老吴家感恩戴德了呗？乡里乡亲的，
这不是你们应该做的吗？还有这楼，原来是国家下发的，那怎么可能只给你老吴家一人？应该也分给乡亲们。你胡说什么？如果没有乡亲们把大豆拿给你爹研究，你爹怎么可能有这个什么重大推进贡献？所以你们家这房子也有乡亲们的一份。对，这房子你们也得卖了，换成钱分给大家伙儿。那我们一家住哪儿去啊？住哪儿？我看咱村田里那大棚就挺不错的。你家老吴不是乐意研究吗？那里刚好适合他。张叔，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？当初你儿子考上大学拿不出学费的时候，要不是我爹掏钱帮他上学，甚至承担了他4年的学费，他现在哪有机会在大城市生活，还娶上城里的媳妇儿？我儿子能考上大学，是他自己的本事，是他自己努力上进，跟你家老吴有什么关系？努力上进？是，怎么了？张叔，你怕是忘记了，当初你儿子的学习成绩在同村排名倒数第2，要不是你哭着求我爸帮他补习，他现在恐怕还跟你一样走不出这村子。吴泽，你别乱说话。我乱说？还有你，王磊，小时候打架斗殴还持刀伤人，要不是我爹把你保释出来，现在你还在看守所里吃牢饭。这和你爹有什么关系？谁要你爹多管闲事的？你们都受过我爹的恩，现在却翻脸不认人，咱村里到底是谁没良心？你们一清二楚。你们都是一群恶人。谁知道是不是你爹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心里愧疚，想要靠这弥补一番，才这么做的。对，要真心里没鬼，谁家好人会这么帮别人？我们老吴家对咱村人好，到头来难道还好错了？好，既然你们认为我帮你们卖大豆是坑了你们的钱，那行，那这大豆我不卖了还不行吗？你说不卖就不卖，小吴，你以为乡亲们都是老实人不懂直播啊？后台那些粉丝，那几万单，你要是发不出货来，你就等着赔钱吧。你们，小泽啊，千万别为了一时义气，你爸还在医院里等着医药费，要是再背上一笔违约款，咱家就真的完了。看见没有？最后他们还不是要靠咱们乡亲们吗？对呀，乡亲们，这大豆现在可是在我们的手上，该听话的应该是他们老吴家人。你们究竟想怎么样？现在大豆可都在乡亲们手里，你要是不想承担平台巨额的违约金，你就得按照乡亲们的要求去做。你想要怎样？简单，第一，你们要把欠乡亲们的80万给补齐了。好，这80万就当是我给自己卖了个教训，我自己贴钱帮你们卖这批大豆。这房子也该有我们乡亲们的一部分，要么折成现钱补贴乡亲们，要么这房子就交给我们处理。你说什么？这房子不能给你们，给你们，我们家住哪儿？这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。大街上、桥洞里还有公园，你们爱上哪儿去
上哪儿去？这不是让我们当乞丐吗？像你们这种喝乡亲们血的人，就该上街要饭去。不，这个条件我是不会答应你们的。那你就等着巨额赔偿吧。我宁可赔偿，也绝对不会向你们屈服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现在就发置顶视频致歉。我虽然发不了货了，但你们的大豆也都得烂在店里。吴泽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是疯了。既然你们不想让我家好过，那大家就干脆都别玩了。小畜生，小杂种，你自己死也就算了，还真想拉着乡亲们一起下水？吴泽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定了？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只有你一个人能直播带货吗？什么意思？就在昨天，我注册了一个跟你一样的账号，1天时间粉丝就已经涨到了10万。我用这个账号带货，1天时间就卖出了1000斤的大豆。虽然是比你那个账号要慢一点，但绝对能在大豆坏完之前卖光。你伪造了小号，蹭了我的流量，帮乡亲们卖大豆，是又怎么样？现在能直播卖大豆的，可不仅仅只有你一个人了。乡亲们已经不需要你啦！你们无耻！无耻的是你，拿着乡亲们的大豆，却想要占乡亲们的便宜。你落到这个下场，是你活该！而且我这个账号的定价比他的定价更高，卖8块钱，高了整整1倍。乡亲们有需要的，我可以帮你们卖。礼仪就是礼仪。你们就让他卖吧，反正我是绝不会帮你们的。吴泽，你刚刚是不是发了一则声明，打算不卖大豆了？吴泽，你刚刚是不是发了一则声明，打算不卖大豆了？怎么了？现在网上的网友们都炸开了，说你欺骗他们，要你立刻开直播给他们解释，否则就要告得你蹲牢。这么严重？如果不处理好，你很有可能会背上诈骗的罪名。现在估计网上的水友已经闹翻了吧？现在你要是答应我们之前的要求，或许我念及同乡情谊，还会让出一点大豆给你卖。芬芳，这种坑乡亲们血汗钱的人渣，干嘛给他机会？儿子呀，现在可怎么办啊？妈，您放心，我现在就跟网友们道歉，争取把影响降到最低。现在知道跟网友们道歉了，我告诉你，晚了！没了咱们乡亲们的大豆，就算道歉也是没有任何用处的。说好的大豆，现在又不发货，主播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我是一定不会退货的，我要投诉你，投诉的你倾家荡产。没想到主播是这种人，取关了。抱歉，因为一些意外，我们村的大豆不能发货。所以，如果大家愿意申请退款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退钱，并承担大家的损失。说着好听，退款？你家有钱吗？你以为在网友们面前扮可怜就够了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没了乡亲们的大豆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还真以为是自己吸引来了这么多粉丝。小泽，这么多钱，咱家倾家荡产也赔不起。妈，没事儿，下半辈子。哪怕是我在厂里打工赚钱还债，也不能辜负了网友对我老吴家的信任。这是怎么了？妈，这是网友们的退单申请，他们全部都退单了，我们不用退钱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没有大豆卖给他们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原谅你？粉丝们说，主播还是挺有责任感，没有删号跑路，还主动提出要揽回粉丝们的损失。是啊，这种正能量的主播不多了，就冲你这个态度，大家撤单吧，撤单吧。
儿啊，我们是不是没事了？妈，我们不用赔钱了。你们家还真是狗屎运，网友们这都肯原谅你。在网络上卖个惨，获得同情，就是你的伎俩了吧？哼，不过这种伎俩也只能骗骗一时而已，但是你瞒不过我们的眼睛。你们不能这么说小泽，小泽不是这种人啊！滚开！你们够了，给我滚！我不会再帮你们卖一颗大豆。有我李芬芳在，乡亲们还需要你？别忘了，我给你乡亲们的价格可比你吴泽给的更高。照我说，这种贪图咱村人钱的人渣就不该待在咱们村，大家伙把他一起赶出去，怎么样？对，赶出去！这种坑咱们乡亲们钱的人，怎么能待在咱们村里？赶出去！不可以，仁和村是老吴的家，我们一家不能离开这里。这还轮得到你去？现在你们对乡亲们已经没有用，村里也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，所以离开这里是你们最好的选择。给我动手，把他们赶出去！怎么可能？网友们全部都退单了！李毅，是不是系统错误了？昨天还好好的呢。真是天作孽犹可活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全完了，全完了！如果芬芳你这要是没办法帮乡亲们卖大豆，那乡亲们的大豆可都要全烂在地里了。李毅，你快想想办法！这吴泽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我？你看乡亲们不到你那里卖大豆，没办法给你赚差价，所以故意了什么阴谋诡计，让你的粉丝把订单都给退了。李毅，你的想象力还真是好丰富啊！你们有看见我搞什么小动作吗？凭什么冲我身上泼脏水？肯定是你，不然还有谁会害乡亲们？吴泽，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，我们就拆了你们家。对，你要是不给交代，就拆了你的家。住手！我看谁敢动他，又是你这个女记者！我告诉你，你这次别想帮他。慢着，你们不是想知道为什么你账号的粉丝都退单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那都是我做的。璇姐，我已经雇人在吴先生的直播间带节奏刷屏，现在舆论优势已经一面倒了。好，吴先生必不可能无缘无故食言，你去查一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的，璇姐。阿明告诉我，有人利用吴先生的直播热度，建立了个账号卖大豆，我就猜测到吴先生可能会被你们一脚踹开，所以我让新闻部的发布了公告，告诉了网友们真相，这才有了网友们集体退单的情况发生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李芬芳，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，才让得网络上乌烟瘴气，让虚拟世界变得不被人信任。你冒名顶替，利用网友们的同情心敛财，还带着村民们来吴先生家闹事，你更是该死！我这是给乡亲们谋福利，怎么能算是冒名顶替？那你还是下半辈子待在牢里给乡亲们谋福利吧。有人举报你假冒他人身份，恶意敛财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可怎么办？现在李姨被带走了，咱们大豆真要烂在地里了。吴泽，毕竟你李姨是我们同乡的人，你竟然让人把她送进了牢里。先不说是不是我干的，就算是，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你找死！你也想进去蹲大牢吗？吴泽，现在唯一能帮咱们村卖出大豆的人进了牢，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的大豆全烂在地里吗？这和我无关，你们屡次三番在李姨的指使下陷害我和我爹，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。对不起，吴泽，是你张叔错了，求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你就看在同乡的面子上。同乡？我把你们当同乡，你们把我当同乡吗？滚！小泽，毕竟是一个村的，这样好吗？妈，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赵记者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们，今天我们家这一关就不好过了。
没关系，毕竟您是吴教授的儿子嘛。对了，吴教授现在怎么样了？我爹他估计明天手术，过2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本想着这一次吴天明那个老不死的死定了，没想到他的儿子竟然利用网络直播攒够了医药费。老板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吴天明还活着，让他继续研究杂交大豆培育的话，我们进口大豆恐怕会被挤压得更加没有生存空间。不行，大豆生意占据我们90%的份额，绝不能让吴天明那个老不死的给毁了。帮我把仁和村那个张麻子找来，只要他帮我做成一件事情，他家的大豆我全收了。吴天明，吴天明，你儿子坑乡亲们1个亿，你今天必须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张叔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哼，我什么意思？当然是要公布你们老吴家一家的罪行。大家快来看一看，仁和村吴教授人面兽心，联合起来坑乡亲们的钱啊！坑乡亲们的钱，这一老一小真不是东西。这吴天明，我搜搜，还是个教授呢，为人师表。就这，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哼，误会能有什么误会？大家快看，这个表里是这些年吴天明利用职务之便贪的咱们仁和村乡亲们的钱，这其中足足有1个亿啊！什么？1个亿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看着是挺正派的，没想到背地里干的竟然都是些这种事情。不可能！你小子是不是还想销毁证据？父亲一生廉洁，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？这份报表肯定是假的，你拿给我看。事实就在这里，你们一家子还想狡辩？真是人渣！本来还想着找你们吴家卖大豆，现在看来要真找你卖了。你们不知道要在乡亲们身上吸多少血汗钱！乡亲们，绝对不能让这种人面兽心的人还能够仗着教授的身份肆意妄为。这种人就该革去教授身份。他就是死1万次都难解乡亲们的心头之恨。这种人当教授，简直荒谬！不能让人家继续逍遥下去。我是主播，我现在就向网友曝光他。王老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冒冒失失，发生什么事能让你这么个大夏农业研究界的国柱如此大惊小怪？是你的学生吴范天出事了。小吴，他不是回乡研究大豆了吗？你的学生被人和村人告发敛财，现在网上闹得很大，不少知名博主都在转发。天明这孩子我心里清楚，他一心向农业事业的发展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走，去哪儿？我要去看看情况。吴天明，现在整个大夏都在传你贪咱们乡亲们钱的事情，这事儿你认不认？我没做过的事情，我认什么认？你还在那里嘴硬，非要乡亲们把你这份报表公之于众，你才甘心吗？我要是你，就自觉辞去教授的岗位，不再搞什么农业研究，也算是平息乡亲们的不满。吴叔，我看你还是别再挣扎了，这上面可有你的签名，还说没有贪乡亲们的血汗钱。那份报表根本就和我爹没关系，是你们栽赃陷害。哼，就算是栽赃陷害，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？我可以证明。你是谁？你凭什么替吴家证明？我是吴天明的导师王振国。老师，
吴天明这孩子我清楚，他自从入我门下，就一直致力于大豆增产的研究当中，殚精竭虑，呕心沥血。当初他毕业，我想让他留校，可这孩子心怀故里，一心只想回去将杂交大豆技术用于仁和村，造福乡亲。想不到吴天明竟然是这样一个人。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呢？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，有谁能够证明？我是大夏农业研究院的院长，我说的话可有含金量。没错，我也敢以我大夏院士的名誉向诸位担保，吴天明他绝不是那种利用职务之便贪图钱财的人渣。这可是2位国柱的担保，看来这吴教授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就算是2位院士的担保，也没办法洗清你身上的嫌疑。刘老板，这是南城最大的大豆收购商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在2位国柱的作证下，他还要指证吴教授吗？刘老板，你的意思是我们2个老家伙在说谎？当然不敢，你们2人是大夏国的国柱，当然不可能说谎，但还是有可能被有心之人欺骗。欺骗？对，我可以证明，吴天明就是故意在你们面前伪装，实际背地里就是个赤裸裸的小人。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我爹？证据就在这儿。爸，这是我们家的照片。儿他爹啊，咱们家地下室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？我不知道。哼，你个老东西还在这里装，这些都是在你家里搜出来的，一共2000万。一个普通的教授靠工资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钱？必然是从仁和村村民的手中贪下来的。不，我没有。证据确凿，吴天明，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天明，想不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，你对得起你吴教授这3个字吗？王老，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天明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我看你从今天起就革去你吴教授的职位吧。不好了，吴教授被人污蔑，说贪污村民钱财，王老和李老就要革去他的教授职位呢。教授一生清正廉明，当初班里有贫困手吃不起饭，还是他掏的钱，他怎么可能是这种人？班里的同学都承过老师的恩情，绝不能让老师蒙受不白之冤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们必须要为老师平反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是谁？这些好像是天明的学生。天明的学生，他们来做什么？麻烦通融一下，我们想进去为吴教授说明实情。请让我们进去吧。没想到吴教授这么受自己学生敬重。难不成传闻有出入？若是品行不端，很难收获这么多学生真心维护。找人拦住他们。这老妈知道啊！熊老，求您不要革去吴教授的教授身份。吴天明他利用自己职务赚取他不该赚的钱，我们只是革去他的身份，已经算是很轻了。
吴教授绝不是您口中这样的人。现在证据确凿，我可以用我的亲身经历来证明。吴教授，对不起，我要退学了。为什么阿成？你的成绩很好，如果深造下去，未来可以成为咱们这个专业的新星。我的家里负担不起我的学费了，对不起老师。老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成绩如果退学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你好好读书，学费的事情我来帮你想办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师不只资助了我一个学生，为了这些学生的学费，他一天打3份工。李老，这样一个教授怎么可能贪财的人啊？是啊，李老，我求您不要革去吴教授的职位。你也受过天明的资助。对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知道杂交大豆培育技术是老师一生的事业追求。如果没了这个职位，他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研究下去，他一辈子的心血就毁了。就算他真的对他的学生很好，但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坑乡亲们的钱。现在受害者是我们，只有我们才有资格决定原谅不原谅他。原谅不原谅他。现在受害者是我们，你们没资格决定，现在受害者是我们。我们老师不是这样的人。口头的话没办法证明你们老师的清白，现在证据确凿，这些可都是从你们老师家里搜出来的。二位院士，我实在是看不惯吴天明的所作所为。如果你们要因此放弃对他的惩戒，怕是会寒了仁和村一众村民的心啊！对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我可以证明吴教授的清白。赵记者，又是你！你屡次帮吴家，你到底收了他们什么好处？现在证据在这里，你还有什么办法证明他的清白？你把南城的县志拿出来干什么？当然是要为吴先生证明清白。我看你怕是得了失心疯了。南城的县志怎么能够证明他的清白？能够被记录在县志纸上的事情，自然是南城这些年的大事。而吴先生的一些事迹更是被记录在其中，甚至在去年被评为仁和村10大贡献人物榜首。他一个坑了同村人钱的人渣，怎么可能是10大人物贡献榜的榜首？赵记者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绝对不可能！大家千万不要相信，他就是一个吸乡亲们血汗钱的吸血鬼！不许你们污蔑我爸！赵记者，这县志上记载了什么？县志上说，2013年仁和村与外界不通，吴先生自愿捐赠300万元为仁和村建设道路。自愿捐赠300万？吴先生这么有钱吗？那又怎样？说不定他是因为坑了乡亲们太多血汗钱，良心上过意不去，才这么做的呢。据我所知，13年吴先生才刚回到仁和村吧？难道你们敢说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坑你们的钱了吗？说不定他早有谋划，靠着这条路来让乡亲们信任他，最后再来坑乡亲们的血汗钱。是吗？那时候300万可是吴先生全部的身家，用这些钱来做这个谋划，您一个生意人有这个胆气吗？这可是300万啊！这怕是只能说明一点，
吴先生真的是一心为乡亲们。这种人怎么可能坑乡亲们的钱呢？人是会变的，以前他对乡亲们好，发现拿不到什么好处，所以现在来吸乡亲们的血，不是很正常？对，人心隔肚皮，谁能够清楚？14年10月，吴先生自费20多万为乡亲们建设卫生所。15年6月，发展杂交大豆培育技术，带领全村人摆脱贫困。天明，你毕业以后竟然做了这么多好事。从这之后的每一年，吴先生几乎都为仁和村的乡亲们做了好事。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当然，到了20年，那一年吴先生什么都没做。看，我就说人是会变的吧。因为那一年吴先生积劳成疾，得了心脏病，住院治疗了长达半年。如果不是那次的心脏病，吴先生也不会留下后遗症，在3天前被你们气得送进抢救室。吴教授竟然积劳成疾！现在到底是吴教授贪图乡亲们血汗钱，还是他们这帮乡亲们不知感恩？怕是一清二楚了吧？可那笔在他家地下室的钱又怎么解释？钱可就在他家放着呢。他一个小小的教授，如果没坑钱，他哪里来的那么多钱？而且这么高的金额，说不定不止坑了仁和村1村村民的钱呢。果然如此，说的有道理啊。这钱总不可能凭空出现吧？你们父子2人还有什么话可以说？我劝你们还是早早承认吧。你们这就是污蔑！哼！你说我们污蔑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说不出来吧？说不出来，那这钱就是你爹贪的。慢着，谁说没有证据？怎么？这钱是从老吴家搬出来的，你还能替他翻案？刘老板，这些钱可都是连号，只要到银行一查，近日有谁去取了这笔钱，谁是谁非，不就一清二楚了吗？刘老板，我看仁和村的家事，你就别在这里参与了吧，否则难免引火上身。死你狠！就算这吴天明是对乡亲们尽心尽力，可他儿子呢？我又怎么对不起你们？今年村里的大豆卖不出去，就只有你一个大学生知道搞直播卖大豆，自己赚了个盆满钵满，却不帮乡亲们分毫，你还说你没有错？愿不愿意帮，那是吴泽的事儿。可他吴泽是不是忘记了，当初我们村对他吴家有多好？他爸去上大学，还是我们一群老村民们一起攒的钱。仁和村村民还攒钱送吴教授上大学，那确实是值得感恩。这明明是仁和村老一辈的功劳。这些年，我父亲也都报恩，尽了孝道。是啊，但凡是当年帮助过老吴的人，后来老吴可都是每家给了1万块，远远超过当初资助的钱了。你们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如果没有乡亲们，他吴天明能走到今天？现在村民们有求到他儿子了，他儿子不该帮乡亲们？对，他吴天明教子无方，难道就一点错都没有？这是我的决定，跟我爹有什么关系？所谓子债父偿，你辜负了乡亲们，那就必须得付出代价。你想怎么样？当然是你自己请辞教授职位。
做梦！王院士，难道咱们大夏的教授就没有一点人品上的要求吗？谁都能上位？天明，你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？我请求2位院士辞去吴天明的教授职位。明明是你们把赚取差价的罪名安在我头上，我才不愿意帮忙卖大豆，凭什么辞我父亲的职位？你就是欺负乡亲们不懂，才说那钱是收2%的平台费，大家伙可不信。你们不相信我的话，你可以问问王院长，大家都能够证明。他说的没错，本来就是会扣去平台费的。你们这样诬赖吴家人，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现在你们相信了？难道真的是我们搞错了？我们误会老吴家了？就算是这样，你也可以跟乡亲们解释清楚。只要解释清楚了，大家都会理解的。连解释一句都不肯，我看你就是不想帮乡亲们卖大豆，就是白眼狼！哎，还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们说小泽不帮你们，可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前2天，小泽为了让大豆在烂掉之前卖出去，熬夜熬到吐血，还不能够证明吗？儿啊，为了这帮乡亲们，你这么拼命干什么？我只是不想替我们老吴家的名誉抹黑而已。可他们，毕竟他们的长辈也曾经帮过父亲您，我不想您被嚼了舌根。想不到吴泽这小子竟然是这么懂得知恩图报的一个人。乡亲们，你们是不是误会了？误会？绝对不可能有误会！我儿子都做到了这种份上，你们还要诬赖他吗？谁知道你们一家子是不是在做戏？靠一张假的带血口机，凭什么能够证明这小子在尽心尽力帮我们买大豆？说不定那口机上是鸡血也不一定。我们这么多乡亲们，难道还会诬赖你一个人不成？也是，毕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这么多村民都指认，你们吴家父子肯定有问题。一张口径根本不足以代表什么。除了这些以外，你还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你没有辜负仁和村的乡亲们？吴泽，现在你没话好说了吧？王院士，子不教父之过，现在可以辞去吴教授的职位了吧？天明，这确实是你教子无方啊！仁和村人毕竟曾有恩于你，有恩当报才是正义。还是王院士明事理，不愧是博主。王院士，这绝对不像乡亲们所说的那样。张麻子王磊，你害我爹丢了他一生的事业，你心里不愧疚吗？愧疚什么？对于你们老吴家这种人，就该不要脸一点。你们，爸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害你丢了教授职位。小泽，这不怪你，都怪这群乡亲们，他们才是一群真正的白眼狼。对，你已经做了所有你能做的，你爸不会怪你。还在自我安慰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是要让你爹身败名裂，从此以后再也研究不了你们的杂交大豆。哼，让你小子不帮我们卖大豆，哼！什么？我们上直播了？有网友在直播间里提吴泽明不平。发生什么事了？王院士，您还是看看手机吧。现在一群网友都在说吴泽是被村民们冤枉的。前些天吴泽直播的时候，我看的都快心疼死了。他怎么可能在扯谎？那天他吐血的时候，我亲眼在直播间里看到了，截图为证。这帮村民
分明就是在耍无赖。王院士，你不要相信这群网友，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都看过吴泽的直播，难道还不能证明吴泽真的有帮助回报你们？天明根本就不是一个教子无方的人，你们在污蔑他。王院士，没有，我们没有。你们这群人连大夏院士都敢欺骗，还害我差点损失了一个优秀的学生。你们可知错？就算他是真心为咱们村的村民又怎样？他最后不也还是没有帮到咱们乡亲们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老吴家在装什么？你以为你不肯帮我们，我们就没办法了吗？刘老板愿意收购咱村的大豆，他才是我们仁和村人值得尊敬的大恩人。刘老板，您真的愿意收购我们的大豆吗？当然，你们村的大豆对于我来说不过是毛毛雨罢了，收购当然没有问题。多谢刘老板，多谢刘老板，谢谢刘老板。看见没有？你们父子二人口口声声说帮了我们乡亲们，可你们拿出一点真金白银了吗？刘老板可不同，他收购了我们全部的大豆。我父亲曾经帮助乡亲们的可远不止这大豆。别在这儿装什么好人，今时不同往日，现在是刘老板对咱们乡亲们最好。好，那就祝你们大豆大卖。急着走做什么？你还想要怎样？虽然答应收购你们的大豆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您说？我希望他们一家从此滚出仁和村。仁和村是我老吴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，我们不能离开。是啊，离开了仁和村，我们能住哪里去啊？这就是你们的事儿，我就问你同意不同意？同意，当然同意。他老吴家才能给我们乡亲们带来什么？现在有刘老板罩着我们，老吴家当然是想提就提。我同意把老吴家赶出仁和村。我同意。滚出仁和村！滚出仁和村！滚出仁和村！爸，走就走吧。这帮小人为了眼前价值选择把我们赶走，他们一定会后悔的。对啊，老吴，他们不值得你为他们研发杂交大豆。哼，放心，今天我们就会搬出仁和村，绝对不会影响你们抱大腿的机会。想不到这帮乡亲们竟然是这样的人。老吴，既然乡亲们把你们赶出了仁和村，不如你回学校来吧，做一名教授，我们愿意给你30万的年薪。老师，抱歉，我此生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研发杂交大豆，我是不会回去教书的。好吧，装模作样。爸，宏村是最近同样也种植大豆的村子，可惜他们只是普通品种的大豆，所以产量不高。我和他们谈好了，可以合作，您帮他们增产大豆，他们助您研究。小泽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没事儿，爹。过2天我还要去找供销商，绝不能发生过去大豆产量增上来，但却卖不出去的情况。玉嫂，你们这是来干什么？我们是特地上门来感谢你帮我们乡亲们增产的。不用客气，你们也给我提供了杂交大豆的研究助力啊。对，接下来只要大家肯配合我爹，我保证大家未来一定会赚得盆满钵满。我也一定会努力为大家找供销商的。一码归一码，生意是生意，感谢还是要感谢的。您太客气了。这些都是乡亲们送给你家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另外，吴泽小兄弟如果找到供货商帮咱们的大豆卖出去，我们愿意按照每斤大豆2%给你们吴家分成。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这都是乡亲们的辛苦钱，那也不能让你们白忙活，这都是乡亲们一致同意的，还希望吴小兄弟不要拒绝。那你们忙，我就先不打扰各位了。
明明就隔了一条的村子，为什么乡亲们的差距如此之大？爸，我给宏村的乡亲们拿到订单了，而且这签的是年合同，我们有多少产量，他们就收多少。有了这个订单，哪怕大豆增产，也不愁没有地方卖。大家放心，刘老板说会买咱们的大豆，就一定会买。他可是南城第一的大豆商人，怎么得也比吴泽那小混杂要强，是不是？张叔都这么说了，大家伙儿把心都放进肚子里。还是张叔有办法。现在咱们村的大豆有救了。不好了，刘老板突然发出话，说不收购咱们村的大豆了。什么？你们不能随意进入。刘老板，我们可是按照您的要求，把吴家一家人赶出了仁和村，为什么你又不收购我们的大豆了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子是卖进口大豆的，收了你们村的，那我们公司的进口大豆怎么办？你竟然骗我！吴天明研发杂交大豆，抢占了我们的市场份额，我当然要让他停下这项研究。现在吴永克已经被赶走了，想必项目会有所推迟。我的目的达成了，还何必买你们的大豆呢？现在全网都知道我收购你们仁和村的大豆，帮你们解决了危机，让网友对我们公司的好感涨了数十倍不止。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跟我们合作，这还得感谢老赵你啊！你无耻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轰下去！哎呦！张叔，没想到我们竟然被刘老板这个混蛋给骗了。再过2天，我们的大豆可就要烂完了，到时候乡亲们可就真血本无归了。怪我错信了刘老板，把老吴赶出咱们村，我真该死。吴叔，要不我们再去找吴泽商量商量，让他帮我们卖大豆。他会同意吗？怎么也算是同乡，去求求情，万一他答应了呢？你们来干什么？还想要污蔑我和我父亲吗？我们都已经按你们的要求离开仁和村了。你们一定要赶尽杀绝才肯罢休吗？对不起，老吴，刘老板骗了我们。他根本就不想帮我们卖大豆，乡亲们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找你了。求你帮乡亲们把大豆卖出去，只要你卖出去，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。现在知道来找我了，当初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父亲的，怎么对待我们一家的？我凭什么帮你们卖？小泽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不该听信刘老板的鬼话。只要你肯帮我们卖大豆，以后我们什么都听你的。小泽，只要你肯帮我们愿意把大豆的利润分你一半。对，我们愿意分你一半。你们以为我是为了钱吗？我帮宏村的乡亲们卖大豆，他们真心实意的感激我们，信任我们。而你们呢？你们只会落井下石，忘恩负义。小泽，你到底怎样才愿意帮我们？不管怎样，我都不会答应。小泽，毕竟是同村的乡亲们，他们也是受刘老板那个奸人所蒙骗，再给他们最后一个机会吧。好吧，不过要我帮你们也行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你们必须公开向我父亲道歉，承认你们之前的错误，我父亲绝不受你们这种冤枉。没问题，我们一定公开道歉，之前确实是我们错了。第二，你们必须把之前欠我们家的钱还清，1分都不能少。我们一定还，这本来就是你们家的钱，我们答应，我们全都答应。我会尽快帮你们联系买家，但你们必须配合我，按照我的要求发货。好，我们一定配合。你要多少分成，乡亲们也愿意让步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们一定要保证大豆的质量，绝不能以次充好。这批供应商
是我们未来几年的最重要的客户，在质量上绝对不能落下。小泽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不会跟马虎。好，看弄好。想不到这张麻子竟然还会找回吴泽那个混蛋合作。老板，现在因为吴泽家的杂交大豆全面铺货，而且以极低的价格抢占市场，我们的进口大豆因为价格昂贵已经没有市场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什么？恐怕我们会彻底被市场淘汰掉。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你去帮我做一件事情。之前乡亲们对你们老吴家多有得罪，还望您原谅，我自罚一杯。只要大家接下来一起好好赚钱，这些都是小问题。明天就是我们杂交大豆一次重要的发布会，发布新的改良技术的品种，并且在口感上有了更好的提升。太好了，增产大豆已经在市场上打下了市场。如果口感上能够更好的话，那咱们仁和村大豆怕是真要在大夏成名了。所以接下来就要辛苦大家了。这段时间出售的大豆一定不能出任何问题。放心，近期乡亲们的大豆仓库都由我看管，在大豆卖出之前，我连一只苍蝇都不会放进去。有了这包东西，我看你们还怎么卖。吴泽先生，请问您们村的大豆现在已经享誉全国，接下来会有点海外出口的打算吗？当然，我大夏这些年的大豆已经依赖进口多年，如今我们研发出了更好的大豆，那么就应该对外输出，为我大夏带来更多的外汇。你也配？这是南城大豆商人刘老板，他怎么来了？我听说杂交大豆抢占了刘老板的生意，难道他这回是来闹事儿的？刘老板，商场上不是我们仁和村的对手，现在就选择直接来我们的发布会上闹事吗？如果你们好好卖大豆，我自然没有资格说什么。但你们卖的转基因大豆却有严重的基因缺陷，你怎么解释？基因缺陷？没错，各位记者，仁和村这所谓的杂交大豆，吃下以后会给人体留下潜在风险，所以我的建议是，立刻将其管控，不在市场上流通。刘老板，空口无凭，你这样污蔑我们吴家，你信不信我告得你倾家荡产？没错，我的大豆由我亲自研发，我经过上百次实验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你就这么恨不得置我们仁和村于死地吗？就算你想打压我们家的大豆，至少也要拿出证据来吧。证据？好，那我给你们。这是从你们仁和村仓库出来我就买下的大豆，这里面致癌物质已经超标。致癌物超标？这怎么可能？不相信？这份文件里有对这份大豆的各种报告，对其中的危害程度和成分都有了取样分析。这大豆居然真的致癌物超标！仁和村的人怎么敢卖这种大豆？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我们怎么能让仁和村人卖的这种大豆流通于市场？所以我要求封闭仁和村种植大豆的资格，所有大豆以进口为主。咱们怎么能吃周人物超别的大豆？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。想不到仁和村人这么可恶，这种恶劣商家必须要将其曝光。对，必须曝光他们。刘老板，您说的这么钉钉截铁，可我怎么觉得事有蹊跷呢？赵记者，我知道你和吴家关系好，但事实摆在眼前，难道还能有假？刘老板，你说这批大豆有问题，那这批大豆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我们的大豆都是经过严格检验后才出厂的，每一批都有详细的记录。这还用说？自然是从你们仁和村的仓库里买来的。刘老板，你说是从我们仓库买的，那请你出示购买凭证和仓库的出货记录。购买凭证和出货记录，我当然有。这出货记录
还真是我们仁和村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我们仁和村出了内鬼？不会王磊吧？是他看守的仁和村的仓库。好了，不必再胡乱猜测，是你们的就是你们的，我何必诽谤你们呢？拿着这种大豆卖给大夏的国人，你们良心上不会不安吗？没错啊，这可是关乎着大夏的食品安全问题啊！我提议关闭仁和村继续生产大豆的资格。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是不会关闭仁和村大豆的生产的。现在可由不得你了。呵呵，如今你们仁和村的大豆是这种货色，你以为国内市场还会容得下你吗？各位记者朋友，请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将这件事调查清楚。调查？你没有机会了。没错，像你们这种人渣，制造出毒害国民的大豆虫，根本不配在这里宣传什么所谓的杂交大豆。给我撒！刘老板，你这样做不好吧？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。证据确凿，还用得着什么调查？现在我就是在为民除害。老板，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了？过什么过？我们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不能给吴泽这小子一点时间调查真相，否则倒霉的还是我们。老板英明。爸，快去喊保安！这明显是刘老板的阳谋，他故意闹出这么一摊事情，把事情故意闹大，想要在我们将事情彻底调查清楚之前，将我们彻底搞垮。您叫过进所在中部，赶快一切最低重建。什么？这大豆里竟然有致癌物质！卖给我们致癌的大豆，磨成的豆腐，不要脸！听说有人贩卖带有致癌物质的大豆，你们安全局是干什么职？放屁！送来的检测样本都毫无问题，肯定是有无良商家故意陷害。等今天发布会开完，我们仁和村就算是鲤鱼跃龙门了。听说吴泽还打算创办一个仁和村大豆有限公司，凭借现在的热度，能上市也说不定啊！不好了，王磊哥，刘老板在发布会上说咱们的大豆里含有超标的致癌物质，现在整个发布会都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妈的，那个狗屁的刘老板，咱们村的大豆咱们村的人都吃，咱们可能有问题，一定是他故意搞鬼。吴泽和吴叔说不准会怀疑是你搞的鬼，毕竟是你看管的咱们村的仓库。我呸！放你娘的屁！幸好老子留了个心眼，在仓库里留了一个微型摄像头，我倒是想看看是谁陷害我们仁和村村民。你们住手！走，我就要上报督察局了。你报啊！看看督察局到底是把我们谁先抓进去。韩先生，您终于来了！我就说你们对仁和村大豆的质检有误吧。现在已经确定了，他们大豆粒的致癌成分超标。可是我们明明已经抽样调查过一次，说不定是仁和村这群人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瞒过了你们。你一派胡言！韩先生，还请您赶紧宣布仁和村停止大豆生产，并且彻底查封他们村子。按照原则是要这么做，我马上就下发文书。韩先生，不可以！不可以什么？你父亲研发的次品大豆，你还想让它流入市场吗？我这一生忠厚老实，怎么可能做些不合规的大豆？王磊，你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咱们村的大豆会出现这种问题？这些天都是由你看守的仓库，告诉我，到底什么原因？吴泽，你相信我不是我干的。至于具体是谁，我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调查清楚是谁？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还想诬赖到我头上？不是你，还能有谁？说这种话可是要负责任的。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。这怎么可能？
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，这个人应该就是刘老板您的秘书吧？怎么会？我早就猜测有人可能会对咱们村的大豆使坏，所以特意买了一个摄像头放在仓库里，没想到好巧不巧就拍摄下了这一幕。该死！刘老板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刘老板，想不到你居然是这个，当初坑骗乡亲，让我们和吴泽决裂不说，现在还搞一些这种下作手段。韩先生，现在事情已经一清二楚，还请您将刘老板的公司查处，恶意竞争，放出带有过量致癌物质的大豆流入市场，这些够你在牢里待上个几年。不！刘老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督察局的同志，这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我刘某人向来奉公守法，怎么可能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呢？误会？刘老板，你演技还真是好，就算到现在了，还在这里装。同志，这就是证据。刘老板的秘书偷偷潜入，将这批带有致癌物质的大豆投入放进了我们村的仓库，整个过程都被仓库里的摄像头拍下来。刘老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，你们不能抓我！我可是南城一流的商人，我有权有势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所谓权势，在人民的利益之前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刘老板，你做的那些恶事，今天总算得到报应。想不到这个刘老板竟然是这样的人，我当初居然还想不开要和他合作。小泽，是你张叔错了呀。张叔，没关系，现在真相已经大白，刘老板已经关进了牢里，咱们村的大豆再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制裁。只要乡亲们跟着我好好干，我保证一定带着乡亲们走向致富的道路。我知道，过去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有人对我们家心存误解，甚至做出了伤害我们的事情。但是，这些都过去了。吴泽，你张叔过去做错了，我不该为难你们一家。张叔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都是仁和村的一份子，应该团结起来，共同为仁和村的未来努力。乡亲们，我一直相信，只要我们齐心协力，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。我们的杂交大豆技术一定能让仁和村走上富裕的道路。为了仁和村的未来，我计划成立一个仁和村大豆合作社，我们将集中资源，统一管理，确保大豆的质量和产量。同时，我也会利用我的直播带货经验，帮助乡亲们打开更广阔的市场。作为记者，我见证了仁和村所经历的一切，我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，帮助仁和村宣传和推广大豆。这份文件是我草拟的合作协议，详细列出了我们合作的框架和计划。这份协议很完善，我完全同意。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仁和村的大豆一定能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